欢迎回来。周三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与美财政部长耶伦举行视频通话。双方认为中美经济关系十分重要，愿意继续保持沟通。这是一周内中美进行的第二次对话，显示拜登政府或将做出对中美贸易更加积极的决策。新华社消息称，周三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与美财政部长耶伦举行视频通话。双方本着平等和相互尊重的态度，就宏观经济形势和多边领域合作进行了广泛交流，对彼此关心的问题坦诚交换了意见，愿意继续保持沟通。它不仅局限于经贸层面，而是中美经济关系的各个方面。而且我们发现，耶伦呢，当下他所关心的议题，在国内包括这些经济刺激法案、基建法案、就业法案的这些推动，而且包括在国际议题上，那么他非常关心中国这个经济刺激计划，特别是现在人民币汇率的变化，还有这个数字货币政策，还有一些财政支出政策。而耶伦这个明天起，他就要跟这个七国财长举行一个会谈。那么，其实这个会谈，它对于中美双方之间的这种议题的沟通协商，对于这个会谈也非常的重要。所以在会谈之前与中方进行通话，我觉得也是美方一个非常有心的一个考虑和设计。就在6天前的上周四，刘鹤就与美贸易代表戴琪先进行了通话。那次是继2020年8月25日之后，中美经贸领域牵头人的首次通话，也是拜登政府就职以来中美经贸领域的首次高层级沟通。新华社当天的通稿称，双方本着平等和相互尊重的态度，进行了坦诚、务实、建设性的交流。双方认为发展双边贸易非常重要，并就彼此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同意继续保持沟通。外界注意到，时隔6天的2通电话，通稿的最后一句话从同意继续保持沟通变成了愿意继续保持沟通。同意和愿意一字之差，但词意更为积极。根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的安排，中美是1对2的模式，即刘鹤对接的美方官员有2名，分别是贸易代表和财长。周三，刘鹤与耶伦的通话也意味着一轮完整沟通已经进行完毕，外界也高度关注中美双方下一步的动作。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和这个财政部刚好就是来处理这个中美经贸会谈的这样2个部门。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是拜登政府有意的在对中美关系实施一个总体的管控。那么它同时呢，一方面要兼顾国内鹰派议员的一些反华情绪，但另外一方面呢，有意的想方设法的把中美关系往一个正确的方向来引导。那么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趋势。知名微信公号陶然笔记分析认为，本次通话基本延续了上周一些特点。由于美方2部门各自分工不同，2次通话各有侧重。在与美贸易代表戴琪的通话中，双方认为发展双边贸易非常重要；在与美财政部长耶伦的通话中，涵盖范围更加广泛。双方认为中美经济关系十分重要。不仅如此，这次通话更透露出会晤的具体内容，也就是新华社通稿中提到的宏观经济形势和多双边领域合作。陶然笔记观察到，务实是理解中美经贸沟通基调的关键词。中美双方经贸团队具有很强专业背景，聚焦务实解决问题。比如，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曾在美国多个关键经济部门任职，担任过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和美联储主席，其行事体现出十分务实的风格。务实意味着耶伦在与中方的沟通中会以十分专业理性的态度去争取美国利益最大化。但是务实同样也意味着，只要冷静理性看待中美经贸关系的现状，就能发现经贸仍是中美关系压舱石这个基本事实。毋庸讳言，目前中美双方在经贸领域仍然存在分歧，从2次消息稿中都使用彼此关心的问题这一措辞就能看出，双方肯定也有各自关心的问题，对很多问题也有不同看法。陶然笔记最后写道，对于中美这种经济体量的国家而言，在经济交往中存在分歧和不同看法并不重要，关键是找到处理分歧矛盾的办法途径。如果双方能够求同存异，务实解决问题，无疑是对各方都好的结果。实际上，在最近2次通话中已经透露出同样的基调，务实解决问题最重要，更好地发挥经贸的压舱石作用，是眼下推动中美关系向前的务实举动，这有利于中国，有利于美国，也有利于世界。
应该说呢，这一轮对话是一个拜登政府一个通盘考量的一个结果。这个时间点很关键，正好是拜登政府结束100日执政，那么开始擘画新的政治议程的这么一个时间。那么这说明呢，在第二个这个100日之后，那拜登有意的把这个中美经贸问题放在了美国对外事项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项上，那么来以中美经贸之间的回暖带动中美关系整体的一个回暖。香港明报指出，刘鹤与耶伦和戴琪的通话显示，中美双方都无意将此前达成的第一阶段协议推倒重来，因为这一成果非常重要。该报还指出，与中美外交高官阿拉斯加对话的紧张氛围不同，中美经贸领域负责人的通话却显得波澜不兴，显示双方都有意为此创造氛围。实际上，在美方挑起贸易战的态势下，中美经贸反而进一步深化。商务部数据显示，2021年1季度，中美经贸进出口双双呈现高速增长，其中中国对美出口同比增长62.7%，自美进口增长57.9%，能源、农产品、汽车及零件等进口都快速增长。有观察指出，对于拜登政府而言，继续在经贸领域跟中国加剧对抗，无异于自加压力，而且不会带来更多政治资本，于情于理不是好选择。毫无疑问，如果说5月27日的对话是一个积极信号，预示着双方正在重启沟通，这第二场对话则让积极信号又多了一个。然而，信号虽然积极，仍需辩证看待、理性分析。全球经济尚未复苏，兼之中美大国竞争的格局，双方持续了3年多的贸易争端不可能在短期内平息。美国两党的政治正确及其他现实问题，也决定了美新一届政府不太可能取消对华加征的关税，甚至不排除美方采用其他非经济手段从旁施压，谋求更多谈判的筹码。经合组织 OECD 周二发报告，调高中国2021年的 GDP 增速预期至 8.5%， 美国的则为 6.9%， 均属全球经济复苏第一方阵。分析指出，这也势必加剧美国与中国展开消极竞争的政策取向。美国会将此前的无尽前沿法案改头换面，包装成美国创新与竞争法再次进行审议，实际上就是在更广泛的领域给中美合作设限。